今天上午把护照搞完之后就特别开心，虽然昨天晚上又没休息好，但是这种开心是掩饰不住的，因为前天太生气了，然后没有想到导致今天开心就来得这么快，所以为了奖励我自己，现在我要去洗衣服去，因为前几天看到离我这儿最近的有个自动洗衣机，我买了一些洗衣粉，然后还买了一些别的，现在准备去那儿洗一下衣服。真的说不出的开心，我就特别担心，因为昨天等了一天嘛，然后都没有完成我那个护照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因为在这儿多一天要被罚500泰铢，其实不便宜的。然后今天早上我还劝我自己，我说不行就不要去那么早了，反正早晚过不了。但是说是那样说，我还是照样起来了，然后早上很早过去，虽然等到12点，但是能完成，我觉得开心死了。然后我觉得有人比我还要倒霉，就是有个妹子跟我聊天，她更倒霉，去曼谷移民局，然后来这儿移民局，清迈这儿，就反正弄了一圈都没办成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我昨天那个不算啥。然后另外呢，虽然最近天气不是很好，就是每天都在下雨，但是也有很多开心的事，比如我在中国大陆的某网站，还有在国际某网站，我的粉丝涨了很多。我其实也挺感慨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，那会儿时候还在孟加拉，然后也是经常发很多视频。我记得当初还有一些网友私信过说：“呀，丢人不丢人？出去了录半天视频没人看，然后你多失败啊！”哎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。还有人给我私信过说：“你想知道你失败在哪儿吗？我给你讲一讲。”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劝我自己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毕竟刚出来嘛，慢慢来。”但是当你看到这些文字之后，内心还是挺难过的。但是我是这样觉得，就是关注我很久的粉丝发现，就是我不想跟别人一样，我也不想去造假去，就是按部就班，按照我性格去走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？我自拍杆我已经买了2个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可能还是太便宜吧。我录出来的视频确实有时候比较晃，就是我已经用我的手尽量去掌握住它，但是还是会晃，所以在此给大家道歉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那么你们就多支持我，多观看我的视频，多观看我的广告，等我攒点钱，我买一个稳定器，好吗？那接下来我要去洗衣服，这么多都是我的衣服。看今天的天气又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没关系，当你开心的时候，看什么天都是比较好，但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看啥都不行。所以今天虽然它阴天，我都觉得它很开心。那出发吧。这个袋子里边，你们猜它是什么？你们猜一下，这个黄色袋子。说起来黄色袋子，又要跟大家聊一聊了。我今天中午因为办完那个事儿之后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就庆祝了一下，买了2个榴莲。然后中午因为自己做饭嘛，榴莲就没来得及吃，我就放在房间了。这确实挺不好的啊！我说下午醒了之后，不是醒了之后，就是下午剪完视频之后，有一股臭味。之后几个外国人进来之后，他们也觉得很难闻，把门全部都打开了。后来我一想，哦，我榴莲在这儿呢。我现在觉得也挺不好，赶紧把它拿出来吧，把衣服洗了，然后在路上把它就着就吃了。要不一直在里边放着，觉得挺没有公德心的。确实味道特别冲，特别冲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有个螺蛳粉，有个臭豆腐，再加上我的榴莲，再加上贵州的折耳根，我觉得在泰国最方便的莫过于自动洗衣机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里边需要怎么操作。有些人说这个不卫生不干净，但是我觉得挺好的，方便最重要。这个是机子，第一步先怎么操作呢？先要把衣服放进来，对，扔到这个里边。然后第2步，我需要把洗衣粉倒进去，有一点点多，
第二步，我需要把这个关上。对，我需要把它关上。哇，也挺费力气。关上之后，这边显示我需要投放硬币。这边是投放硬币的地方，大概需要60块钱就够了。然后这边呢，你需要自己选温度，选完这个开始，它就开始自动转了，其实很方便的。它里边呢种类有很多，它根据你衣服的大小，然后可以放不同的洗衣机。如果你没有带硬币的话，不用担心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放纸币，然后放100，它可以给你投出来不同的硬币，这个就不用担心。如果没有带洗衣粉，这里边全部都有。然后这个完成之后呢，那我们只能先等待，等待这个完成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再去烘干机那儿烘干完，你就可以拿走了。真的是无敌超级方便。当你洗完衣服之后呢，你要烘干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下边衣服拿上来放到这个上边，然后它只需要40块钱就可以了，可以免去大家担心，哎呀，洗完衣服了没有办法晾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现在还要等半天，那我现在把榴莲解决了吧。这几块榴莲花了我人民币大概30多块钱，你们觉得贵吗？可是它真的很好吃。怎么世界上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刚才后边大妈看我，这家伙真无语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还碰到一个吃榴莲的人。其实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榴莲吃的特别少，因为比较贵。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北方更贵，这舍不得吃。但是来泰国，它这么便宜，说什么也得搞一个。哦，我手上全部都是了。上次问过你们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发现清迈是泰国旅游最便宜的地方？今天有个妹子跟我聊天，她跟我说，如果你现在去普吉岛的话，特别贵，打车都2000块钱，起步价都500。我那一瞬间，我普吉岛我就不想去了，就有一种。他明明可以抢钱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也有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吧，现在大家都挣不着钱，然后只能提高基本工资了。到了泰国雨季之后，这个雨真的是说下就下，不给你留一点点情分。我今天早上其实忘记录视频了，我早上刚出门，这个雨就下得这么大。然后我打上那个摩托车之后呢，那个摩托车司机对我还是比较好，
他正好他车里边还有一个雨披，他就给我了。哇，这一路你知道吗？当你速度在行驶特别快的时候，那个雨水溅到你脸上，好像拿针扎你的脸似的，特别锋利。然后一路上我一直低着头，也不敢玩手机。如果你觉得在这儿无聊，然后流量又不够用怎么办？它这儿可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无线，这就是无线密码。但是这儿不让抽烟哦。我那儿预计还要再等20分钟，刚好我路过的这儿的时候，看到有一家手机店，我要贴个膜去，因为前几天那个手机膜突然坏了，怎么摁都不顶用，我以为手机出问题了。后来一看，膜坏了，真的跟大家建议就是，以后去尼泊尔那儿真要小心一点，他真的不会贴膜。就是上次大家看我那个视频，我里边有膜，他还再给我贴了一次，然后把那个揭下来，再重新贴，粘度就不是很高了。我当时我也没留意。现在去前面贴个膜吧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希望它不要来的太贵，太贵我就不贴了。有很多人手机壳了、手机膜都不带贴的，我是比较喜欢，因为手机要是脏了或者干嘛的，我觉得对我第一感觉就不太好。很快就到了 iPhone、iPad， 看它这儿有没有？没有，只有手机机。它只有2种，一种是200多块钱，一种是100多块钱。100多块钱折合人民币的话就20块钱。帅气小哥，他得告诉我是哪一个。好吧，它只有这2种，那我就随便用一个吧。我本来想换一下这个，但是它那个太丑了，没有这个哆啦 A 梦好看，然后只能拿这个了。然后中间我还想换我这个 GoPro， 想贴个膜，它这没有。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这个 GoPro 前边那儿即将被我弄花了。This very strong. The glass is very strong. Yeah. Last month I'm go to Nibor, I put new this, but the technology is very bad. But if you want to use another is not strong like this. OK。他现在给我介绍呢，说他家这个膜特别好。其实我能理解，因为价格在那摆的，他本来有一个100的，有个200的，那用这个吧。他跟我说100的可贴不满，200能贴满。明显这个小哥技术就比尼泊尔那个人好很多，就很专业。大家如果关注我很久人，还记得上次给我贴膜那个人吧？尼泊尔的，那技术是不是一般的差？我都后悔上次在他那儿贴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。曾经还有很多人让我从网上自己买自己贴，我贴膜技术是真不行啊。还有很多小气泡。这才叫专业。有一段时间从网上买那种膜特别便宜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贴，然后我贴了好几次，每次贴的都不行，然后反复接，后来我就烦了。虽然很便宜啊，就是买一个大概就折合人民币就10块钱或8块钱吧，但是后来我懒得贴了。中间让我朋友给我贴过好几次。很快的，现在已经贴完了。他后边还给我赠了一个，后边我从来没贴过膜的。
200块钱折合人民币的话，大概就是40块钱就了一个。嗯 You want cream in the back?，This is This free. is free as come in the front. Is free? Yes. OK。他还特地给我强调一下，这个是免费的，不用担心。试一下吧，看我手机的亮度如何。还是可以的嘞。OK， Okay. This is Bangladesh here. Is Thailand. I know. Yeah. So I think it's very cheap. 啊，我的衣服洗完了。当你洗完之后呢，你就需要把这个放在这个烘干机里边来。先拿衣服。当你把衣服投在这里边，大概花40泰铢，然后摁这个键就可以了。等了它自然烘干，烘干之后它会暂停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拿走了。我这个还没好呢，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，电风扇吹到我肚子疼，我也想上厕所，周围也没有厕所，我该怎么办？周围没有一个厕所，所以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哦，我现在也回不去了，我走回去得5分钟。哦，好难受。哦，完全干了，还特别烫呢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选择在这儿洗衣服呢，一方面离我比较近，比较方便；另一方面呢，它洗的也比较干净。我相信很多人会说，很多人都问这个洗衣机会干净吗？会，因为中间它会有高温杀菌，这个会好很多，避免大家就是说又要等太阳晒半天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不一定干净。但是这个全部就是高温，当你拿的时候还特别烫呢。所以洗完之后就不用等一会儿，你就立马就能穿，所以我就选择来这儿洗衣服了。